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那是3年前的愚人节，我还是个不信鬼神的大学生。当时的我，满脑子只有2个东西：社团活动，还有如何在朋友之间当个不怕鬼的狠人。没想到，正是这样的心态，把我推进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。我们4个人，我、阿杰、小轩和女朋友怡婷，决定回一趟我们的母校。那所高中自从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事故后就被废弃了，10年来无人管理，成了当地人口中不能进去的鬼地。我们当然听过那个传说，10年前，一位名叫林心雨的高3女生在愚人节当天遭班上同学联合捉弄，说她收到假情书，在全班面前被羞辱，甚至有人录影上传。在全班哄堂大笑时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叫骂，只是静静地站起来，走到教室后门，从3楼一跃而下。据说她的脸在落地时扭曲得像是还在笑，但眼角淌着血。后来学校封掉那间3-2教室，却无法阻止流言四散，说她的魂魄还留在那间教室里，只要有人在愚人节那天坐上她的位置，30分钟后就会听见她的声音问：你是来陪我上课的吗？那天我们带着手电筒、啤酒和录影机，装作探险节目似的走进那间学校。我记得天色昏沉，明明是白天，却仿佛有雾罩在整栋校舍上，像是一层静止不动的死气。我们一路爬到3楼，楼梯上还有枯叶与烂纸，踩上去会发出吱嘎声。当我们来到3-2教室时，门竟然是开的，而且毫无尘封痕迹。桌椅整齐排列，讲台也没有倾倒，就像从未废弃过。我还记得那一刻，空气突然变得异常宁静，连小轩本来要开口讲话的声音都被生生堵住。我看见怡婷直勾勾盯着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她坐的就是那个位置吧？我们玩了一个很愚蠢的游戏，抽签决定谁坐进去，结果抽到的是我。我还记得自己笑着说：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们录个影片证明根本没鬼，然后就大摇大摆走进教室，坐在那张位子上。那是下午3点，距离愚人节真正的黄昏还有一点时间。其余3人就在教室外走廊坐着抽烟聊天，而我拿起手机自拍开录，嬉皮笑脸地对着镜头说着：现在开始，我在传说中的3-2教室，林心雨当年最后坐的位子，看看有没有鬼。前5分钟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第10分钟，我感觉椅子下方有什么硬物卡住了。我弯腰一看，发现座位下方粘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用红笔写着几个字：不要讲话，他会听见。我苦笑，猜这是某个学弟妹留下来制造气氛的。我正准备把纸条扔掉时，黑板突然咔啦一声，自动落下一支粉笔，然后他自己动了起来，在黑板上慢慢地写下我的名字，每一笔都像是有人在用无形的手强行刻上去。我猛然站起来，大声叫外面的朋友：哎，别闹了，我快撑不下去了。却没人应声。我走到教室门口，打开门一看，走廊空无一人，连原本我来时放在地上的啤酒罐和录影机也没有了。我以为他们只是躲起来捉弄我，于是拿出手机打给阿杰。他接了，但声音里充满了惊恐：你在哪？你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们等你半小时了。我说：你们不是都在外面吗？我才进去15分钟啊。阿杰那头却急了：屁了，我们从你进去起就一直站在门口，门是锁着的，你根本没有开门啊。我心中一凛，转身一看，教室门根本打不开，
仿佛从一开始就是封闭的。而我记得我明明是走进来的，不是吗？手机突然自动关机，荧幕上一闪而过的是一张模糊的脸，笑得极大，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。那脸，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林心雨的，但她贴得太近，像是贴在我眼皮里看着我。我回到座位，想试着冷静下来。时间大概过了25分钟，我脑中唯一想法是撑完这5分钟就冲出去，不论门锁有没有锁，我都要把它撞开。但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一则简讯，是来自我的手机号码，发信时间竟然是5分钟后。讯息内容只有短短一句：别回头，他在你后面笑。我全身汗毛倒立，呼吸瞬间停住。我能感觉到有什么靠近我，几乎要贴上我的背。那股冷意不是风，是真的有人或者什么东西的气息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紧闭双眼，不敢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道声音从我耳边传来，低低的，细细的，就像一个人贴在你耳边笑着轻语：你也想死吗？我大叫一声，跳起来，不顾一切冲向门口，用力撞门。这次门竟然打开了，我滚落在走廊地上，看见阿杰、小轩、怡婷全都站在原地，神色诡异地望着我。你刚才到底在里面干嘛？阿杰声音发颤，我们一直听到你在里面跟谁对话，但我们根本进不去啊。我喘着气看向他们身后的录影机，它正对着教室拍摄。我颤抖着按下回放，画面里整整30分钟，我的确坐在位子上，但身边从第10分钟开始就多出了一个人影。那人影没有五官，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，却在某一刻忽然转头对着镜头笑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，直到隔年的愚人节，我惊恐地发现，不管我睡在哪里，醒来时总会出现在那间教室。每年的4月1日，我都会再度坐进那张座位里，像被某种诅咒锁住一样。身边永远都有那个声音，那个阴影，那个冷到刺骨的笑容。我终于明白，林心雨并不是在等人救她，她在等有人来陪她。我就是那个人，而游戏也永远不会结束。那是去年的愚人节，当时我还没有从她的笑声中意识到，自己已经离真实越来越远。我女朋友思雨是个超级爱搞怪的女生，平常就是个恶作剧成瘾者，每年愚人节对她来说不只是节日，是一场隆重的个人庆典。她曾经用假蟑螂吓我到差点跌进浴缸，也曾模仿鬼叫声从衣橱跳出来，害我差点拳头招呼上去。她总笑着说：哎呀，我这么有创意，怎么舍得只用来谈恋爱。去年她特别认真地策划一场灵异整人，据她自己说，是参考了一堆日本恐怖片，什么咒怨、鬼来电，还说这次要玩一个沉浸式惊吓体验。她戴了长长的假发，穿了一件破旧的白色长裙，脸上抹了厚厚的粉，嘴唇涂得死白，眼下用眼影画出黑圈，看起来真像个怨灵。我第一眼看到她装扮的时候，是在下班回到租屋处的门口。她从门后突然冒出来，一边扭曲身体，一边用沙哑的声音说：我回来了。我差点没把手上的咖啡泼她一身。靠！我当时吼了她一句，但她笑得更开心，说：才刚开始哦，今晚你别想好好睡觉了。我无奈地叹气，其实心里也没有真的生气。习惯了她的这种调调，也觉得能有这么一个活泼的女朋友挺有趣。当晚她还特地关掉了所有灯，只点了一盏快坏掉的台灯，闪烁不定的光照在她脸上，让她整张脸看起来诡异无比。但奇怪的是，从晚餐后开始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他没有像平常一样三不五时偷笑，也不再讲话，只是不断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时而蹲在客厅角落，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，时而贴在厕所门后，等我一开门就缓缓探出脸。那脸上的笑不再像过去那种调皮，而是僵硬到变形，嘴角咧得太高，眼白多得吓人。我问他是不是演过头了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摇摇头，那个动作慢得异常。好啦，思雨，别演了啦，我知道你演技变好了，来吃宵夜了。泡面我煮好了，我把泡面放在桌上，结果他竟然用爬得过来，一边爬一边发出像是猫抓玻璃的低鸣声。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他爬到我脚边停下来，抬头看我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，说真的，我到现在都忘不掉。那不是思雨的笑，那是一种没有情感的笑，就像你在梦里见到一个熟人，但你知道那不是他。我终于撑不住，把泡面推开，大声说：你到底要演多久？演得这么像，我都有点怕了。他仿佛被这句话激起什么情绪，竟然笑出声来，那笑声尖锐刺耳，一点也不像他平常的声音。我气急败坏地冲进房间，关门锁上，打算让他自己在外面闹个够。房间里一片黑暗，我拿起手机想划个影片冷静一下，结果手机一亮，我的心瞬间沉下去，荧幕跳出10几通未接来电，全部都是思雨的号码。最后一通是在30分钟前。我愣住了，脑子一片混乱，然后跳出一则简讯，是他妈妈发来的：思雨出车祸了，在医院急诊室，状况不太好，你知道他下午去哪了吗？我呆坐在床上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慢慢抽离。我用颤抖的手拨回去，他妈妈接起来就哭了出来。他下午出去买你最爱吃的猪脚饭，说要给你惊喜，结果被摩托车撞上，到现在还在昏迷，医生说有脑震荡，怕会有脑部损伤。我听着，却感觉身体越来越冷，因为那一刻，我知道，从我下班到现在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家。我冲出房门，整个客厅空无一人，假发、白裙、涂得像鬼的妆容全都不见了，连我刚刚煮好的泡面也不见了，整张桌子一尘不染，就像这里从来没有人活动过。我推到墙边，大气也不敢喘。突然，我听见从衣橱里传来咔咔咔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捡东西。我想跑，但腿软得像灌了铅。衣橱门缓缓打开，一个黑影从里面站起来。是他，还是那件白裙，还是那长假发，但这次他手上拿着一把剪刀，正一刀一刀剪着自己的头发。每剪一刀，他的脸就裂开一点，从嘴角、眼角、额头裂得像前掉的泥土。我想尖叫，但喉咙像被堵住。他缓缓地抬起头，看着我，嘴角笑得极大。你终于知道我不是他了，太晚了呢。他的声音已经完全不是人声，像破掉的录音带，混着水声和嘶嘶声。我当场昏倒。醒来时已经是在医院，护士说我是在思雨病房门口被发现的。我问他们，我怎么会在那里？没人知道，他们只说我像是自己走来的，一脸惊恐，衣服全是冷汗。我进病房时，思雨刚好醒来，她脸色苍白，看见我时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头说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有人在模仿我。那个我在你面前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但你却没有发现，我不是我。我抱着他，却感觉不到熟悉的温度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笑了。思雨从鬼门关回来后，好像丢掉了笑的能力。他看喜剧片，听笑话，我再怎么逗他，他都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眼中带着一点点遗憾。而我也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因为每当我听见任何人的笑声，那声音都会和他那晚的笑声叠合，变调、刺耳，像是从地下传来的诡异残响。我甚至不敢照镜子，因为有一晚我刷牙时，在镜子里看到，站在我背后的是那张裂开的脸，对着镜中的我笑得一样大。当时我以为那不过是个玩笑，一场愚人节的玩笑。我叫李成瑜，28岁，职业是小学老师，教3年级，住在台北外围某个不起眼的社区里，平常生活不怎么刺激。真正的刺激是从那封用彩色蜡笔写的信开始的。那天早上，4月1号，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去学校，打开门的一瞬间，脚下踩到一封折好的信纸，外面还贴着一张贴纸，一只笑得很诡异的小丑。我愣了一下，打开信，只见里面用红、蓝、黄3种蜡笔画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：爸爸，我回来看你了，愚人节快乐。我第一时间是笑出来的，心想是哪个学生恶作剧。毕竟我在学校挺受欢迎，有些小朋友调皮起来没边界，连这种私人生死题材都敢拿来开玩笑。但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对，我根本没有小孩啊，也没有跟学生说过自己的家庭状况。更重要的是，字迹我认得，那是我儿子的笔记。林子恩5年前死于一场车祸，才7岁。我记得那天他刚学会用蜡笔写字，在画本上歪七扭八地写下爸爸你最帅，我悬傻傻地拍下来，存在手机相簿里。那封信上的笔记跟那一模一样，连爸字的偏旁部首都写反。我握着那封信，脚底发冷，脑中一度闪过那种电影里会出现的剧情，其实孩子当年并没有死，他被人偷偷带走之类的狗血转折。但我知道子恩当年葬礼是我亲手办的，棺木是我挑的，骨灰罐是我自己抱进塔位的。就算我想自欺欺人，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。那天我一整天心不在焉，学生说我讲课时不自觉停顿，眼神飘忽。我硬撑着下完课，回家时天色已黑，刚走到社区楼梯间，手机荧幕突然亮了，是一则简讯，寄件者显示为小子恩。我差点把手机摔地上。简讯只有一句话：爸爸，我到家了，你帮我开门好吗？我住在5楼，回头望了一眼楼下空空如也。那几秒钟，我脑中出现各种可能性：朋友开玩笑，手机中毒，又或者……我鼓起勇气往5楼走，心跳一路加速。到了家门口，我耳边仿佛传来小孩的呼吸声，细细的、急促的，就在门缝外。爸爸，你在里面吗？那声音太熟悉了，熟悉的让我一秒泪崩。我突然想起子恩小时候怕黑，每次放学晚一点回家，就会站在门口小声地叫我，不敢按门铃，只敢喃喃地喊。声音的语调、颤抖的频率都一模一样。我不敢开门。我贴着门板坐下来，听着那声音越来越轻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等我再鼓起勇气拉开门时，门外只有一张蜡笔画的纸，纸上画着一间屋子，里面画了2个人，一大一小，小的那个脸是笑的，大的是空白的。画的右下角写着：明天我会回来。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我提早回到家，把门窗全部锁死，连猫眼都拿胶带贴住。我甚至在门内贴了符咒，虽然我根本不信这些东西，但此刻我宁愿相信所有传说都是真的，只要能阻止他回来。可他还是来了。晚上7点整，门铃响了，叮咚叮咚叮咚，每一下都隔着7秒，像有节奏的倒数。我装作听不到，但那声音持续了1个小时后忽然停了。
我以为结束了，结果门缝底下慢慢滑进一张纸。我不想看，但还是忍不住捡起来。那是一张课表，我儿子的课表，上面用红笔圈出美术课那一栏，旁边写着老师说我画得很好，他要我画你。接着又有一张画滑了进来，画里是我坐在马桶上，嘴巴张得大大地，一只看不见的小手从背后绕过我的脖子，画得粗糙却诡异精细。我脸上的恐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而画的左下角写着你喜欢这幅画吗？明天我画妈妈。我当时差点吐出来。子恩的妈妈在他死后2年也自杀了。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们一家3口的故事，甚至连学校同事都以为我是单身。我试图寻求帮助，我打电话给警察、神父、朋友、灵媒，结果不是被当神经病，就是找不到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事情越来越严重。每晚7点，他都来按门铃，每晚都会滑进一张画。画里的我越来越扭曲，有时被绑在椅子上，有时倒在血泊中，有时被剖开肚子，画面细节恐怖的不像是小孩能画出来的。纸上还开始有东西渗出，像是血，又像是油墨，总之不是蜡笔该有的质感。第7天那晚，画上写着：爸爸，我画完你了，明天你要跟我走咯。我知道，他说到做到。那天深夜，我烧了所有的画，念经、拜神，甚至喝符水。凌晨3点，我昏昏沉沉地坐在客厅，突然灯闪了3下，整个屋子一片漆黑。我看见了他，就站在阳台门口，一个小小的身影，背对着我，手上拿着蜡笔。他慢慢转过头来，脸上贴着某种诡异的笑容，不像人，更像画里那种笑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白布满黑丝，身上穿着当年车祸那天的衣服，还残留着黑胶的痕迹。他一步一步走向我，嘴里轻声念着：爸爸，愚人节快乐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来的。隔天我在医院醒来，邻居说是他们听到我大叫撞门才报警。我被发现时浑身是血，墙上贴满了童话，而画笔就握在我手里。医生说那是精神崩溃，我出现创伤幻觉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现在每天晚上7点，我还是会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：爸爸，我来画你了。愚人节只是开始。欢迎新来的馆友们，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各种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